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叉社的守护神第2款成员车哲。之前吧，他也是出过一个大街的那个变形啊，可以说应该是目前来说守护神的组合里边最复杂的一个变形设计，我差点没玩明白。但是这一回的车哲的变形设计还好吧，这个变形难度应该比大街要简单很多很多了。首先来看外包装，也是叉社一贯的风格，背后这里像是一个竹林一样的，画的还挺有意境的。这边烫金线，背后这里依旧是叉社出过的产品大乱斗。纸品方面，说明书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指示的也挺详细。人物卡，信用卡的材质。这回还会多带一本新品预告。哇，这个预告的这个册子都很厚的，包括后边有什么游击小队、感知器，好，还有那个审判官，包括那个 Spike、大恐龙萨拉斯、双面人、弹簧，这些惊破天，就新品预告的东西都有这么多，这么厚一本，天哪！叉社的野心还是挺大的。然后是配件内容，其实这一回的配件并不多啊，它带了3张替换头雕，3个不同的表情，然后一把小枪，没了。整体来说分量还是挺重的，身上也有一定的合金件，而且料子属于那种挺厚的。这回的料子其实和大街的那种手感很像，也是有一些地方的料子用的很有韧性，而且在一些地方使用了特殊的材质吧，来增加它的强度。然后在整体的上漆上面，它是整个上了很油亮那种感觉的漆。这块发动机的部分跟身体车身的部分是有色差的，整体的车身并不是一个白色，它有点发灰。对比一下G1的老设定图里边的这个车辆的一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像的。但是有一点，这个脚蹬子应该是和设定不太一样，这个是叉社自己加出来的，可能是为了还原真实载具的样子吧。然后是前大灯造型是不一样的，在设定图里边的前大灯是一个网格状的，而它的前大灯是2个眼儿。然后就是油箱旁边的五角星在这里也有了刻画，但是另一面是没有的。其实两面都有印刷这个五角星，后边这里的2个小炮可以插在这背后的一个箱子里边。Police 的标志，包括这个发动机这块刻画的很漂亮，背后的这些刹车灯，其实这些跟老的设定图也有出入。可以说叉社也是在原设定图的基础上，毕竟原设定图是有一些简单的造型啊，然后它增加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审美吧，美型的一些感觉。接着就是说这一款车型上的一点问题，我感觉这2个炮啊，就插在这个算什么储纳箱的这两边的卡扣上，插的不是太紧的，这个卡扣松紧度不是很好。前方的仪表盘这里也有刻画，同时车的握把这里可以转，而且这个前方的轱辘这个握把是有一定转动的幅度，但是并不大。这个透明件的材质也很厚，轮子是橡胶的材质，而且前后的轮子都能滚动。一些金属的涂装还是挺漂亮的，但是你翻到车底来看的话，这里会露着2只大手，这个手在变形的时候竟然无法隐藏了，就露在车底了。车哲的变形比大街简单多了，真的简单多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先腾开一下前轮这里的一个位置吧，这个轴的紧实度还是可以的，就是你放在这里，它前轮也撑得住，它不会跟这么翻折过去，但是并没有卡扣。首先我们先把这2个脚蹬子包括换挡的这个地方往上折一定的角度，这个地方是一个合金件，然后我们把这2片发动机的部分往回折过来，打开这一片其实就是个盖子，折叠回来备用。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拆开的卡扣，刚才连接的地方把这一节缩短，排气筒的位置这里边有一个波的卡扣，你在最后的时候顶出来，这里有一个小凸点跟前方的发动机是连接的，一个小细节做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拆下半盘吧，我们先来变腿。
从这里看，它其实是4层的车座子。首先把靠背这里撬开，立起来一定的关节，然后把它往长拉一点点，这里有一个滑道，稍微往上顶一下，再往起翻，翻起来以后避让开这里所有的空间。其实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扶手，这个扶手也是做的比较仿生的，把这块拉起来，外边的子侧也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左右就可以打开了，顺着油箱两侧撇开，腾开空间。接着这个中间的位置有2个卡扣连接的地方打开，然后就可以顺着直接把2条腿拉出来，拉到底啊，嘎哒一下会有锁定的感觉，就锁住了。2条大腿是合金件。接着我们就可以把中间1劈2，这里边所有连接的卡扣全部拆开，包括轮子也1劈2半。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靠背箱啊，它顺着这里的一个关节有一个斜45度的轴，这个轴是合金件，把这块往下掰，掰下来以后打开这个地方的一个棍子，然后看这个凹槽这里也有一个滑道，往长拉，拉长，翻转过来，接着要找这根棍子的锁定点，翻过来以后卡在这个地方，锁死它，就让这个脚面固定了。接着脚尖儿翻出来，这只脚就变完了。这个后边有一个很长的脚后跟来进行支撑。好，翻过来一只脚。接着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把这一块抠起来，这一块是一个尼龙材质，韧性很好，往里折叠一个180度，再缩回去，露出来这个膝盖的活动关节，不然这个膝盖是锁死的。接着我们从这个侧面看啊，把这里拉起来一个滑道，下方这里有一个弹簧，把前方的卡扣连接在这地方的卡扣拆开，往起拉一点点，拉一点点，旋转，旋转过来，让这个轮子就到了腿肚子的中心即可。接着这一片翻下来，搁在这儿就好了，这条腿就变完了。胯部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钩子，不要忘，这块有点不太好抠。把这个钩子翻出来，然后左右滑道，把裤裆锁在一起。下半盘基本上就变完了。把这后边先腾开位置，把这一块整个的车头的部分旋转180度放到后边去，然后我们从侧面来看吧，这里的2个卡扣连接肩膀后方的油箱部分卡死，这块拆松，然后胳膊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卡扣是卡在后腰上的，在这里把这块解松，胳膊翻过来手腕，然后腾开空间，另外的一边也是打开，手腕翻过去，腾开空间。这个时候胸口变成了这个样子，银色的发动机先往里卷，然后把这个脚蹬子放下来，再把这个白色的零件卡过去，胸放平。胸放平以后，肩膀这里凸出来2个小点儿，脸颊两侧这里卡扣锁到这个小点上，让这个肩膀不乱动，就把它固定住了。半拉脑壳，嘚儿往上一扣，脑袋就有了。然后我们把肩膀找好位置，这个地方小臂拉大臂，直接一个套合，卡扣很紧啊，拉到底吧嗒一下把它锁住，拳头转到正确的位置。下方这里一个双连接的 Z 字折叠，往下扣合，扣合下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卡扣连接到脖子的后边，把它勾上卡住，2片黑色打开，贴到背后这里。现在嘛，其实算是一个 G1 的玩具形态，它背后这里的轮子有2种收纳方式，这也算是一种收纳吧。
但是在叉摄这个改动上边还有另一个隐藏轮子的方式，把这边的卡扣打开，它这里边是2节卡扣，它是为了固定这个刹车的。打开以后往下翻转，先把这一节滑杆滑进去，然后再往上顶到头，接着把这一块顺着这个方向看，卡扣打开，把它折一个90度，再往上贴一点，再贴一点，卡到底也有一个嘎哒的锁定点，这个轴基本上就被固定住了。然后把玻璃往下压一点，现在它的背包就比刚才小了很多，就这么压缩起来了，算是另一种的解决方式吧。这种我觉得看个人的喜好吧，反正 G1 的这个轮子它就是这样的，玩具就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再把这2个拿起来，插到腿的两边。这个扣子插腿两边倒是挺紧的，不会松脱，不会掉下来，是在车型的时候搭载的不太紧。当然你要跟设定图来对比的话，设定图的这个人形其实都有点扭曲了，我觉得有点造型都快咧巴了。也没办法吧，其实这个80年代的一种画风吧，毕竟是机械人嘛。但是一些元素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从下往上看吧。首先2只脚的造型，本身 G1 它在设定里边，它的脚是变成那个座位和靠背的部分，所以会有座位上一轮一轮的刻画。但是这回呢，叉摄做的是一只假脚板，不过这个造型刻画了出来。小腿两侧的这2个炮也是可以插在这里的，这个正常啊。轮子一劈2半从中间，然后放在了小腿的内侧，这个设定是对的。然后是这根排气筒，排气筒的这个曲线一直连到了胯部的这个圆盘，这个是一个纯造型件，也就是说这个排气筒是真的，伸缩的这一节滑进去以后，大腿到胯部的这一节是造型零件，假的。但是这个造型零件有一个地方好是在哪呢？你在弯折它的膝盖的时候啊，它这一节排气筒也是在里边有一个不脱肉的刻画，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是一个半圆的圆柱靠在上面，所以你在折膝盖的时候，这个排气筒也能感觉得到它的存在感。胯部胸口的这个颜色，它并没有像老 G1 用了一个粑粑色，这个粑粑黄的，它用的是一种玫瑰金的一个颜色吧。然后2个胳膊的颜色其实和身上的这个白色是有出入的，在车型上边有一些体现吧，其实在人形上边也看得到啊，这个就是一种演化的感觉了。因为其实算是一个怎么过程，老 G1 玩具先有，然后转变成动画，然后现在的第三方再根据动画里边的一些设定图再改成现在的玩具的样子。我觉得比 2.0 的小车稍微矮了半个头，稍微小了一圈，比 V 级别大点，哪个官方还有良心的 V 级别？弹簧看似是个 V 级别，其实人形比 MP 还高了。整体来说啊，把玩下来的感觉，它的做工用料还是保持了之前大街的那种用料材质，算是挺有韧性的吧。在一些合理的地方该用合金的用合金啊，整体的分量也很有，而且变形确实没有大街那么复杂了。我真说实话，如果说守护神这5个成员都像大街那样的设计风格，把这一套变出来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想你变一次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想变它第2次，甚至说你变完第1圈以后，第2圈的时候你都忘了前边的去怎么变形。但是这回的车辙的这个变形设计难度呢，我觉得还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来说啊，这个变形的复杂程度几乎跟 MP 2.0 的那个步骤是差不多的，没有现在 3.0 那么复杂，但整体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呢也还可以。其实算是对于摩托车的一种变形的又一种解决方案吧，或者说这种设计风格更适合车辙的这个类型。跟老 G1 的玩具和设定图刚才我们也都对比了，身上有很多的元素都还原到了老设定图里的味道。还有就是在配色方面，其实来说对于老玩具的这个配色搭配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老 G1 玩具的这个原色啊，它不是一个纯白色，不像刚才咱们看设定图那么白，
其实能保持这样的设计风格就好了，不要太难。那个大街有一点太变态了，太过分了。这一回能把这个变形的难度搞下来，起码你把玩起来算是比较顺手了。而且在一些喜欢老 G1 原著设定的一些玩家啊，感觉叉社在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像的。这一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